厨房里的白糖不只是调味品，它其实是很多园艺高手秘而不宣的生根神器。今天这集影片我们不谈那些复杂的化学药剂，单单就讲这随手可得的白糖，只要用对了方法，它能让你的插条生根速度提升好几倍，甚至让那些原本奄奄一息的植物重新长出大白根，挤爆你的花盆。很多人种花种草，最怕的就是扦插这一关。剪下来的枝条插进土里，10天半个月过去，拔出来一看还是光秃秃的，甚至切口都已经发黑腐烂了。这时候大部分人会去买生根粉，但其实你家里厨房罐子里装的白糖，效果一点都不输给市面上卖的生根剂，甚至在某些方面比化学合成的药剂还要温和有效。这背后的道理其实非常简单，植物的生长离不开碳水化合物。我们都知道，植物通过光合作用，利用阳光、水和二氧化碳合成糖分，这些糖分就是植物生长的能量来源，也是构建植物细胞壁的主要材料。特别是当植物需要长出新的根系时，它需要消耗巨大的能量，而我们剪下来的插条，因为它没有根，无法从土壤中吸收养分，叶片也可能被剪掉了一部分，光合作用的能力非常弱，这时候它体内的养分库存是极其有限的，如果不能在消耗完自身养分之前长出新根，这根枝条就死定了。我们在这个关键时刻给它补充一点白糖水，其实就是直接给它输送能量，就像是给跑马拉松的人递上一瓶葡萄糖水一样，能让它有足够的力气去进行细胞分裂，快速长出愈伤组织，进而爆发出一堆新根。但是请注意，我说的是用对了方法。很多人听说了白糖能生根，回家抓了一把糖直接撒在花盆里，或者兑了一杯浓浓的糖水浇下去，结果没过几天，花没养好，反倒招来了一大堆蚂蚁，甚至土里开始发霉发臭，根系直接烂掉了。这就是典型的错误示范。白糖确实是好东西，但它的浓度控制是成败的关键，浓度太高，糖水就变成了高渗溶液，它不仅不能给植物补水，反而会把植物细胞里的水分给吸出来，造成烧根，就像我们人吃太咸会口渴一样，植物也会脱水而死。而且高浓度的糖水是细菌和真菌的温床，土里的微生物会疯狂繁殖，消耗掉土壤里的氧气，导致植物根系窒息缺氧，最后烂根死亡。所以想要用好白糖，必须掌握精准的比例和正确的使用时机。我们要制作一款高效的白糖生根水，最黄金的比例是以前人的经验总结出来的，通常我们建议是1:500，甚至是1:1000。如果是用来浸泡插条，我们可以稍微浓一点，大概是1:100到1:200左右。具体操作时，你不需要拿个天平去称，找一个普通的矿泉水瓶盖，那个盖子装满白糖，大约是5公克左右，然后兑上500毫升的清水，也就是一瓶普通矿泉水的量，这样配出来的浓度大约是1%。这个浓度用来处理插条是非常安全的。先把白糖放在杯子里，用一点温水把它完全化开，记住一定要完全溶解，不能有颗粒沉在底下，然后再加入冷水稀释到规定的比例，等到水温降到室温之后再使用，千万不要用热水直接烫植物的切口，那样会把细胞烫死。对于那些比较容易生根的植物，比如绿萝、吊兰、万年青之类的，其实你不需要泡太久，只要把剪下来的枝条基部，也就是切口那一端，在糖水里浸泡个20分钟到半个小时就足够了，让切口处的细胞喝饱了糖分，吸收了足够的碳源，然后取出来，用清水把切口表面残留的糖分冲洗干净。这一步非常重要，很多人就是省略了这一步，结果糖分留在枝条表面，插进土里后引来了蚂蚁和细菌。冲洗干净后，放在阴凉通风的地方晾干切口的水分，再扦插到准备好的介质里。你会发现，经过糖水处理的枝条，它的愈伤组织形成的特别快，可能别人插的要20天才生根，你的10天就开始冒白点了。如果你面对的是那些木质化的硬枝条，比如月季、三角梅，或者是一些果树的枝条，这些植物的皮层比较厚，生根比较困难，我们可以适当的延长浸泡的时间，或者稍微提高一点点浓度，做成糊状的生根剂。方法是用少量的水把白糖化开，做成比较浓的糖浆，然后找一些生根比较容易的柳树枝条，
把柳树皮剥下来砸碎，泡在水里，取那个浸出液和糖浆混合，再加入一点点泥土，调成稀泥状，把南生根的枝条切口在这个白糖泥浆里蘸一下，让切口裹上一层薄薄的糖泥，然后放在通风处晾干，让这层糖泥在切口形成保护膜，然后再扦插。这种方法结合了白糖的能量供应和柳树皮里天然的水杨酸，水杨酸能促进生根，白糖提供能量，双管齐下，对于那些老桩或者硬枝扦插效果出奇的好。除了用来做扦插生根剂，白糖水其实也是很好的日常养护营养液，特别是对于那些刚移盆根系受损或者长势僵硬很久都不发新芽的姜苗，白糖水能起到起死回生的作用。很多花友家里的兰花、君子兰，有时候养着养着叶子就发软，怎么浇水施肥都不见效，这通常是根系出了问题，吸收能力变差了。这时候你正常施肥它根本吃不进去，反而会造成肥害。但如果你给它浇一点淡淡的白糖水，浓度控制是1:500到1:1000，一个月浇一次，能刺激根系的活性，促进根部细胞的修复和再生。同时白糖分解后产生的微量酸性物质还能调节土壤的酸碱度，对于喜欢微酸性土壤的植物，比如杜鹃、栀子花、茉莉花都有很好的改良作用。不过在使用白糖水浇灌的时候，有几个细节一定要注意。首先是频率不能高，糖水毕竟不是主食，它只是补充能量的补品，千万不要把它当成水天天浇，一个月一次足矣。其次，浇完糖水之后，最好放在通风良好的地方，让土壤表面的水分尽快蒸发，避免糖分在土表堆积发酵。如果你是在室内养花，通风条件不是特别好，我建议你浇完糖水半小时后，再用清水淋一遍盆土，把残留的糖分冲下去，只让根系吸收，不让土表流糖，这样能有效防止小黑飞和蚂蚁的滋生。还有一点，既然用了白糖水，就要避开使用其他的有机肥，特别是没有完全腐熟的有机肥，否则两者加在一起，在土壤里二次发酵，产生的热量会直接把根烧坏。让我们再深入讲讲为什么白糖能促进生根的生物学机制。这不仅仅是提供能量那么简单，植物的生长素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生长激素，它在植物体内的运输和分布是受糖分浓度影响的。当插条基部的糖分浓度提高时，会诱导植物体内的生长素向基部汇聚。生长素是刺激细胞分裂和根系分化的总指挥，糖分到位了，生长素也跟着来了，这两者一结合，根源基就能迅速形成。根源基就是根的萌芽点，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植物体内的干细胞，有了能量和激素的双重刺激，这些干细胞就会分化成根细胞，冲破表皮，长成我们肉眼可见的白根。所以我们用白糖水处理插条，其实是在人为的制造一个高能量、高激素的局部环境，欺骗植物的生理机制，让它误以为这里养分充足，赶紧长根去吸收。在实际操作中，不同种类的植物对糖分的敏感度是不一样的，草本植物比木本植物更敏感，吸收也更快，所以草本植物浸泡的时间要短，浓度要低，而木本植物，特别是那些硬木扦插，比如无花果、葡萄藤，它们的皮层厚，导管紧密，吸收糖分的速度很慢，所以处理起来要更有耐心。有些老园丁会采用涂抹法，就是把高浓度的糖浆直接涂抹在环孢的枝条上，然后再包上水苔或者泥土进行高压繁殖。这种方法成功率极高，因为糖分被直接封锁在伤口处，持续不断的提供能量，直到新根长出来。这种高压繁殖法配合白糖，对于那些特别名贵、扦插极难成活的品种，比如茶花、桂花，是一个非常值得尝试的手段。具体的配置方法非常有讲究，大家记好了。我们取1份白糖，2份米醋，这里重点强调一下，一定要用不含盐的米醋。你去超市买的时候，要把瓶子转过来看看配料表，如果有食用盐这3个字，千万别买，盐分会把花咸死，要买纯粮酿造的米醋。1份糖，2份醋，然后兑上300份到400份的清水，混合均匀后，这杯水既可以用来浇灌根部，也可以用来喷洒叶面。对于那些叶片暗淡无光、生长停滞的观叶植物，比如绿萝、君子兰，
你每隔半个月给它喷一次这个糖醋水，连喷3次，你会发现那个叶片变得又厚又绿，甚至像打了蜡一样发亮。这是因为糖分补充了营养，醋酸软化了叶片角质层，让养分更容易渗透进去。嘿嘿，而且这种微酸性的环境是很多真菌最讨厌的，所以它还能预防叶斑病和黑斑病。讲完了白糖配醋，我们再来聊聊一个更高端的玩法，那就是把白糖变成酵素。很多花友在家里自制堆肥，或者听说过环保酵素，其实白糖就是制作酵素的核心原料。我们直接用白糖水浇花，虽然方便，但风险也是存在的，就是容易在土里发酵产热。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发酵的过程提前在瓶子里完成，把白糖转化成更利于植物吸收的氨基酸、维生素和各种活性酶，那效果就完全不一样了。这就是大名鼎鼎的水果酵素。制作方法非常简单，甚至可以说是废物利用。你家里吃剩下的橘子皮、香蕉皮、苹果核，甚至烂掉的水果，千万别扔，找一个大一点的塑料瓶，比如那种大的可乐瓶，按照1份红糖或者白糖、3份果皮、10份清水的比例放进去。记住瓶盖不要拧得太死，因为发酵会产生气体，要留一点缝隙排气，或者每天打开放一次气，把它放在温暖的地方发酵3个月。在这个过程中，白糖起到了什么作用呢？它是微生物的食物，没有白糖，果皮就只是腐烂，有了白糖，微生物就能疯狂繁殖，把果皮里的有机质分解掉，最后变成一瓶棕色的带着酸甜味道的液体。这瓶液体就是植物的万能神仙水，它里面已经几乎没有糖分了，因为糖分都被微生物吃掉了，转化成了各种生物酶和代谢产物。这时候你再用它兑水稀释500倍浇花，那就完全不用担心烧根或者招虫子的问题了。而且这种酵素水里含有极其丰富的氮磷钾和微量元素，它的肥效非常温和，但是后劲很足。长期使用这种酵素水的土壤会变得非常疏松透气，土里面的蚯蚓都会变多，因为微生物群落建立起来了。这就是把白糖的能量通过发酵这种手段提升到了一个新的维度，虽然时间成本高一点，但绝对值得一试，特别是对于那些不想在家里用化学肥料家里有小孩宠物的家庭，这是最安全最环保的施肥方式。接下来我们要把目光转向菜园子，如果你家里种了番茄、辣椒、黄瓜这些瓜果蔬菜，白糖水更是必不可少。在这些蔬菜开花结果的时候，是它们对养分需求最大的时期。如果你想让你种的番茄吃起来甜度更高，口感更好，像小时候吃的那种味道，你可以试着在果实膨大期给叶面喷湿一点，稀释了300倍的白糖水，这里浓度可以稍微高一点点，因为这时候植物代谢极其旺盛，糖分能促进果实内糖分的积累，这在农业上叫做增甜剂。很多专业的果农都会用这一招，而且白糖水能增加叶片的厚度，防止植株早衰，让你种的辣椒、番茄能多结好几茬果子。特别是在阴雨天比较多、光照不足的时候，植物光合作用产生的糖分不够，果子长得慢，这时候人工喷一点糖水就是雪中送炭，能有效防止落花落果。当然，说了这么多好处，我们必须得直面一个所有用过糖水的人最头疼的问题，那就是蚂蚁和虫害。很多人试了一次就不敢用了，因为第2天发现花盆变成了蚂蚁窝。其实这完全是可以避免的。首先，我们之前反复强调的，浓度不能太高，浇完水要冲洗叶片和土表，这些是基本操作。如果你家里的环境确实蚂蚁非常多，我们可以采用深埋法，就是在花盆边缘挖一个小坑，把糖水或者糖泥倒进去，然后盖上厚厚的土，把味道封在土里，让根系在下面吸收，蚂蚁在上面闻不到。或者我们在糖水里加一点料，除了刚才说的醋，还可以加一点大蒜水或者辣椒水，把大蒜拍碎泡水，取那个辣味的水兑进糖水里。蚂蚁非常讨厌大蒜和辣椒挥发出来的刺激性气味，这样既给植物补了糖，又驱赶了虫子。还有一个绝招，就是肉桂粉。我们在浇完糖水后，在盆土表面撒一层薄薄的肉桂粉，肉桂粉是天然的杀菌剂，也是蚂蚁最害怕的味道之一，它能形成一道保护屏障，防止蚂蚁入侵，同时还能预防土壤霉菌，
保护根系健康。还有一个特殊的使用场景，就是对于鲜切花的保鲜。不管是过年过节买回来的百合、玫瑰，还是自己院子里剪下来的花插在瓶子里，我们都希望它能开得久一点。这时候白糖就是最好的保鲜剂，因为切下来的花没有了根系供应养分，只能靠茎秆里残存的能量开放。一旦能量耗尽，花朵就会立刻萎年。我们在花瓶的水里加一勺白糖，就是给它提供这种能量，能让花苞不仅全部打开，而且花色更艳丽。但是做鲜切花保鲜，光加糖是绝对不行的，因为糖水在瓶子里死水一潭，细菌繁殖速度比土里还快，2天水就臭了，导管堵塞，花死得更快，所以必须搭配杀菌剂。最简单的就是加一滴家用漂白水，或者扔进去1枚铜币，铜离子能杀菌，或者加一片阿司匹林。记住公式：清水加白糖加杀菌剂，这才是鲜切花超长待机的秘诀。用这个方法，你的插花花期至少能延长1/3甚至1倍。我们再从土壤改良的角度深挖一下，有些花友家里的土是旧土，种死过花，或者板结的像石头一样，扔了可惜，买新土又贵，这时候白糖也能派上用场。我们可以把旧土倒出来，摊开，喷洒浓度比较高的白糖水，大概1:100的浓度，然后把土拌匀，装进黑色塑料袋里密封，放在太阳底下暴晒发酵1个月。白糖水能激活旧土里休眠的微生物，让它们重新开始工作，分解土里残留的根系和有机质。暴晒产生的高温又能杀死病菌和虫卵。嘿嘿，1个月后倒出来，你会发现原本发白板结的土变得黝黑松软，闻起来有一股泥土的清香。这就是利用白糖给土壤做了一次深度的微生物理疗，把死土变成了活土。这种方法比单纯买什么土壤改良剂要有效得多，因为它是从恢复土壤生态系统的角度入手的。在实际应用中，我们还要注意区分植物的生长阶段。白糖水最适合用的阶段是苗期生根和旺盛生长期，以及受到逆境胁迫，也就是冻伤、干旱、病害恢复期的时候。而在植物准备休眠的时候，比如秋末冬初，对于那些落叶植物就要停止使用白糖水了，因为这时候我们需要植物停止生长，积累养分准备过冬。如果你这时候还给它喂糖，刺激它长新芽，那嫩芽在冬天肯定会被冻死，反而消耗了植株的元气。所以懂得何时停止和懂得何时使用一样重要。园艺是一门顺应天时的艺术，所有的技巧都要建立在了解植物习性的基础上。还有一点要纠正的误区是，有些朋友觉得既然白糖是碳水化合物，那我是不是可以直接把喝剩的牛奶、豆浆、可乐倒进花盆里，反正都有营养嘛？这千万使不得。牛奶、豆浆如果不经过发酵，倒进土里就是灾难，它们发酵产生的热量极高，而且会产生恶臭，招来苍蝇、蛆虫。而可乐虽然含糖，但它里面的碳酸和各种添加剂、防腐剂对植物根系可能有腐蚀作用。相比之下，纯净的白糖水是最干净、最单纯、副作用最小的碳源补充方式。我们不要为了省事或者贪小便宜，把花盆当成了泔水桶，最后把花养死了，得不偿失。